请军意！公交车掉下桥，我竟然没死，还穿越成了一个刚被敌人砸破头的6品边军百户。老爷，您终于醒了。大夫说您被北炉砸中颅顶，能活下来简直是奇迹啊！北鲁，哎呀，老爷，您捏疼奴婢了。我操，我这力气竟然变得这么大，看来这副武将身体有点险啊。不好意思啊，刚醒没掌握好力道。去，把外面管事的叫进来。李百户，您这伤竟然这么重！一点小伤罢了。徐老哥冒雪前来，有何军令啊？上头有令，倭寇作乱，大军即刻东升高丽。太守发话了，各家卫属必须出人出粮。永宁堡的李百姓为了抢功，连家底都掏空了，亲自带兵杀过去了。李茂那是个赌徒，去送死罢了。夏青，去叫10个最弱的戍兵过来，交给徐老哥带走交差。啊，大人，您就派10个老弱病残，这可是抢军功的好机会啊！得之我幸，失之我命。我这小宝子守住自己的1亩3分地就行了。李大人，您这强胡的是什么神仙物件？竟然比沈阳府的青砖还要坚硬！这叫石灰砂浆独家秘方，天王老子来了也得在外面给我冻着。大人您是真有先见之明啊！唉，幽州主力全去高丽了，咱们这后方空虚的很，全靠死守了。怎么，前线打得不顺利，3万大军还能被区区倭寇拦住？不是不顺，是大军已经失联整整1个月了，连押送粮草的队伍都没一个人回来。胡说八道！什么叫尸体活过来了？你堂堂总兵，竟然被一具尸体吓破了胆！大都督，末将亲眼所见啊，那根本不是人！大都督，他们根本杀不死。昨夜他们冲进了后营，见人就咬，被咬的兄弟也都站起来了。大都督，刀劈不透，枪刺不死啊！妖言惑众，我大顺精锐竟然被你这废物说成，连一群死人都打不过。大帅，去血者皆杀，他们全都会变成吃人的恶鬼呀！荒谬！子不语怪力乱神！来人，拿粗绳来，把他给我死死捆住！哼，我倒要看看他怎么诈尸！大帅，绑结实了，就算真是一头牛，也挣脱不开。竟然是真的，大军退路，彻底断了。这也叫军事地图？画几个圈就是城，画几条波浪线就是河。这破玩意儿还不如我用脚画的清晰。家主，锦州主家来人了。百户大人，事关李氏存亡，更关系到天下大变。主家族老有令，凡我李氏族人，无论身在何职，立刻放下一切，速回锦州本家。传我将令，备足战马干粮，点齐家丁旌旗，顺义堡即日起全面封堡，连只苍蝇都不准放进来。大人果断，沿途驿站主家已打点妥当，可随时换马。好，你回去路上保重。这扬州传来加急密信，东营爆发失意，倭寇不仅是来劫掠，更是来逃难的。失意，死而复生，不知痛觉，这不就是丧尸吗？报！广右卫急报！辽河里飘下来无数浮尸，他们是活的！现在立刻滚回你们的屯堡，封城自保。家主，驿站没有点灯，太反常了。所有人，火把点起来，注意观察四周。看来幽州的丧尸已经满地乱跑了。兄弟们，咱们的活儿来了！杀！保护家主！杀！不要恋战，
突围回县医堡，只要城墙还在，我们就还有活路。驾！丧尸已经蔓延到了锦州附近，县医堡的城墙挡得住这铺天盖地的尸潮吗？我也会把周围的怪物全引来，立刻连夜赶路。将军，救命啊！里面有吃人的怪物！你们是什么人？怪物是从哪儿来的？小人是驿站的伙夫。昨天驿城收留了几个从北边来的受伤客商，半夜他们突然就疯了，见人就咬啊！给他们几匹驽马带上，所有人都跟他们保持距离，谁敢弃血，格杀勿论。驾！眼睛，他的眼睛流血了！我没被咬啊！家主，他尸变了！救命！快啊！慌什么？杀了他！得令！太可怕了！怎么会这样？别装了，收起你拙劣的演技。将军，民妇只是害怕啊。他突变之前，你就拉着同伴早早躲到了我们马后，这冷静的反应，显然是早就见过。老实交代，否则我不介意让你变得和他一样。我都说，是昨晚那些投诉的行商，他们根本就不是人。昨晚驿城心善收留了几个自称遇匪落水的行商，屋里有一股极重的鱼腥味，还夹杂着死老鼠的恶臭。我男人拿刀冲上去，直接被他们活活咬死了。他们吃人啊！泡水发长，皮肉掉渣，难道泡在水里能延缓尸变的转化？或者是感染后体温过高，本能的想要降温？这种瘟疫不仅只能传染，竟然还有潜伏期。此地绝不能久留。大人，眼下怎么办？咱们得赶紧回顺义堡啊！你们之中，除了他，还有谁接触过昨晚那些行商？军爷，我也见过。说。那天晚上我给他们送饭，一阵风吹开他们的单衣，我看见他们身上的皮肉灰白灰白的，就跟泡烂了的死鱼一样，掉了一地的烂肉啊！传令下去，所有人全部挨个检查，发现伤口立马上报。暂时没有发现抓咬伤。回顺义堡，继续赶路。所有人每日检查3次，出现气血，立刻隔离。开门，我是李煜。百户大人回来了，快放吊桥！他们留在外面，用木桩围出隔离区，送水送饭，不许直接接触。大人，您不是答应带我们回义堡吗？这里就是顺义堡，隔离期满，确认没有尸变，你们才能进城。家主，堡内恐怕也出事了。百户大人，您总算回来了。召集所有还能动的人去教场，先告诉我，死了多少？大人，您还是亲自看吧。全是堡里的人。是，起因是前几日经过的一群难民。我不在，谁准许难民进堡？没人放他们全进来。堡里2户人家用1袋米留下2个姑娘成亲，2个新娘，害死这么多人。第1晚，我们还不知道只有斩首才有用，他们只说是逃灾，不肯交代村子里发生过什么。叔伯们，救我！放开我！刺穿了还不死？为什么杀我儿？为什么？所有人退出院子，去绳索、长枪，先把棺材钉死。新娘死后，大家以为事情结束了。第2日凌晨，
新郎从棺中爬出来，第一个咬死了自己的娘。大家这才把所有被咬者捆起来。2日内，他们陆续泣血，无一幸免。老刀呢？他拿刀架着自己脖子，讨了一匹马，往西追那群难民去了。既作追敌，若能活着回来，擅离之罪不究。5人1虎，挨家排查，先喊话，再验伤，无人回应便封门待援。遇上尸鬼，不必抓活，毁掉头颅。家中几口，有没有人发热？气血，身带伤口。3口人都没有伤，君爷看仔细些。有异味，里面没人应声。守住门，派人去请百户，不准擅自闯入。先穿布面甲，再套扎甲，护颈与护臂不得留缝。大人，这穿的像口铁棺材，转身都费劲。尸鬼不会用刀，牙齿抓不开这身铁，这就是我们的优势。别和他比力气，用盾挡，用枪刺。击撞！再来！放箭，先破坏腿脚。举盾接敌。开！头留下，人才能进院。记住顺序：剑伤腿，盾挡身，枪刀毁头，不得单独逞强。把尸鬼杀了，也救不回这里的人，所以要赶在下一家还有活人时进去。这是我家！爹，娘子，开门！阿武，是你回来了吗？爹，小石头！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你怎么才回来？活着就好，我带你们出去。嫂子，把袖子撩开。他还活着，谁都不许碰他。你护着他，就是拿女儿和全堡人的命赌。去请百户，一定还有办法。照顾好他。娘子，别！所有人收工。大人，他自己去了，求您别砍他的头。他被咬了，尸变只是早晚。你若心软，死的可能是女儿。我守着他，他一动，我亲手来。把尸身绑上去，颈、腰、手脚全部固定。我给你时间看清楚，他若尸变，你必须做出选择。娘子，爹，娘是不是醒了？乖，再睡一会儿，醒来就都过去了。她不是我娘子，不是。想保住尸身，不必如此，毁掉脑子也能让他停下。睡吧。大人，他已经不会再变了。那便入土，让孩子以后有地方祭拜。所有被咬死、死后未回脑者，一律火化。老爷，可有受伤？
没有。你们这几日如何？府中无人受伤，也无人弃血。若以后老爷受伤回来呢？先隔离。若我弃血，照规矩办。只守住自己还不够，外面变成什么样，我们必须知道。你们拿命去探路，也要把消息活着带回来。分查西乡堡、沙灵堡和高石堡，只探情况，不救人，不恋战。若回来时，顺义堡已经被狮群围住呢？去锦州，凭令牌求一条活路。但只要宝强还在，你们就必须回来。你们的家人和土地都在这里。诺！大人，他们可能回不来。闭目塞听，整个市一堡都可能回不来。难民经过这里，老道也往这个方向追了出去，里面可能有伤者，也可能有尸鬼。军令是探明西乡堡，不是进去送命。思乡堡还有活人吗？有，这里还有人！城墙上也是尸鬼！别走，救救我！我不进堡，把里面发生的事全喊出来。那群人进堡后发生了什么？半夜有人发疯，见人就咬，一个咬一个，到处都是惨叫。白虎被他自己挑的女人咬断了喉咙，守门的人全去救援，没人再管城门。有没有人逃出去？门关死了，活人躲在家里，最后全被他们撞开。你见没见过一个50来岁骑马提刀的老卒？见过，他冲进来喊着谁的名字，后来再没声音。你有马，杀掉下面这些东西，带我出去。我一个人进不了堡，也打不开里面的绞盘。你不救我，就是害死我。我得把消息带回去。顺义堡还有几百人等着。回来，别把我一个人留下。不恋战，冲过去！是李记，事后回来了，开门！西乡堡全完了！西乡堡全完了。先喘气，你看见了多少尸鬼？堡里全是，城墙上也有，摔烂了腿，还在往前爬。老刀呢？剑楼那人见过他冲进堡里之后再没动静。西乡堡城门仍然关闭，那些东西暂时出不来。所有人回岗位，不得自乱。李记探明西乡堡，记功1件，赏银2两，布1匹。先验伤，再让他休息。大人，那剑楼上还有一个活人，你救不了他，但你带回的消息能救顺义堡。官道上有尸鬼，我们只能绕进荒野。途中村子只剩黑血和骨头，我们没敢靠近。沙灵堡和高石堡，沙灵堡墙头有活人值守，城门也守得很严，暂时没线。高石堡外有不少尸鬼，墙头也有人影。你们可曾挥旗？挥了，墙上的人影好像动了，但没有回应，也没派人出来。他们甚至没用弓箭清理堡外尸鬼。先检查他们全身，再检查战马，抓伤、咬伤和不明伤口全部记录。是。西乡堡距咱们不过30里，更重要的是这里，高石堡存着周边10几个百户所上缴的秋粮，堡内粮草省着吃，也撑不到明年秋收。尸鬼在外游荡，来年还能不能正常耕种都不知道。墙上的人影若是活人，不会毫无回应；若是尸鬼，粮仓可能还无人动过。你要亲自去？不去找粮，市一堡就算挡住尸鬼，也会被活活饿死。打开武库，鱼鳞甲、军弩和最好的战马全部取出来。明日出发，去尸鬼手里抢回我们的粮。大人，这是祖上留下的压箱底宝甲，锁在库里不能保命，穿在人身上才是假。穿成这样，摔倒了怕是爬不起来，总比让尸鬼一口咬穿脖子强。高石堡的秋粮足够全堡吃上数年，
我们不是去送死，是去抢活路。若堡内尸鬼太多呢？先看，再取，不能取就撤。粮重要，人也不能白死。我回来之前，任何人不得擅自出入。得令。弓弩射头，压住了。这不是抓伤，是刀伤。他变成尸鬼前或者尸变后，遇见过持刀活人。附近还有幸存者，也可能是抢夺粮食的亡命之徒。总之，遇到活人，同样先戒备。明少先看城墙，无法进门就找破损墙段攀爬。好，粮库在这里，我们只取粮，不追杀无关尸鬼。那边有人生火，身份不明，不偏离任务。今夜多加一班哨。探词说的守军还在，那不是守军。高石堡已经是一座死城。从那里上，避开堡门和主要街道。我带人留在外面接应。见响箭，便牵马靠近。没有信号，不准擅自进堡。上！盾撞倒，匕首回脑，不要惊动下面。撤退道路必须保持畅通。里面可能还有活人。不查，任何节外生枝都可能让粮食拿不到。结阵！大人，把他拉起来，检查甲缝。没破皮，只伤了外甲。目标到了，先切门口，再找入口。粮仓里面有活人。门后有横栓，有活人，先进去再说。滚出去！下一箭就射人。顺义堡百户李煜，只为秋粮而来，不想与你们火兵。穿官衣的匪徒多了，把兵器全扔下。可以派2人举火把谈，其他人绝不器械。尸鬼被破门声引来了，继续对峙。尸鬼先吃外面的人，再撞开舱门吃里面的人。 2个人举火把过来，敢耍花样，大家一起死！站在那里，你们到底想做什么？先找认识印牌的人验证身份，再谈粮食。是周千户所属百户的官印，顺义堡也确实有位李姓百户。他们进院了！现在不用互相猜了，先把门堵住，活下来再谈粮食。俺叫王大锤，原是周千户手下伍长。 周大人已经死了，粮食还有多少？水还有多少？秋粮大半还在，水最多再撑几日。你们把粮搬走，我们吃什么？高石堡已经是死城，你们守着粮，没有水，也走不出尸群。随我回慎义堡，你们出人搬粮，守规矩，我负责带你们杀出去。顺义堡真守住了，若没守住。 我带不出这些人，也没有余力来救你们。你保我们活着出去，我们帮你运粮。成交。高石堡为何陷得这么快？给征东军送粮的府兵，半路遇上了那些东西。那不是流民，斩八角也会扑人。周千户不信，只当他们丢了军粮，编出邪魔脱罪，没人隔离他们。 夜里伤兵开始泣血，先咬家人，再冲进街巷。所以，高石堡不是没有兵，而是把感染者送进了每一户人家。等我们发现有用，堡里已经到处都是尸鬼。他们全进来了。弓弩手上粮塔，其他人搬粮袋堵门。
我也能办。那就别松手。谈完了，接下来我们生，他们死。先生后排，滚出起来，别让他们全部挤到门前。下一个。这算不算投名状？活下来，我给你记功。大人，他们挤不动了，继续射，先生还能站着的。种了半辈子地，头一回拿人脑袋当杂草除。他们不知后退，就让他们自己毒死自己。附近暂时没有新的尸鬼，休息1刻钟。李百户，这些粮真能救顺义堡的人，也能救你们，前提是我们把它运出去。先检查院子，处理尸体，修复侧门，再夺回绞盘，打开堡门，让李顺进来。家主得手了，跟我靠近堡墙。粮食已经找到，下一步杀到堡门，把活路带回圣义堡。你见到我们时说，你们不是他们，那他们是谁？一伙发配来的士卒，失乱后，他们抱成了团。他们也来过粮仓，来过，手里有刀有弓，还想抢粮抢女人。他们最初有10来个，现在还剩多少，我也说不准。如今藏在哪里？多半是去占了武库，那里墙高门厚，军械也足。我们工时不足，腰刀近身又容易被咬。大人想夺武库，占着武库还杀人劫掠，他们已经不是兵了。趁我们的剑还没用完，把他们和武库一起拿下。王武长，你也要走？你若不回来，我们怎么办？他不是抛下你们，是去给所有人找活路。没有弓箭和长枪，我们既护不住你们，也运不走1袋粮。去吧，把路清出来，我们在这里等你。我一定回来。武库拿下，到了顺义堡，你升10长。卑职领命。留守的人拖走尸体，堵死侧门，别让府械污了粮食。大人，武库正门危险，我知道一条近路。你带路，乱兵要清，武库也要拿。行了，再拐出去就是武库正门，那条路上的尸鬼最多。绕路。大人且慢，武库还有一道后门。有话一次说完。不算正经后门，是周千户盗卖军械时私通的暗门，就在隔壁民宅。下次别在要命的时候大喘气，容易挨揍。卑职记住了，这次一口气说完。武库里可能有人，压住甲片，别弄出动静。隔壁有铁甲声，去看看。有埋伏！顿手压门，弓弩手散开。是千户家丁，先杀了他们！放箭！这也有弓，人还不少，快回武库！外屋没人，他们推进里间了。暗门就在里屋，他们一定会堵住门洞。列阵，今天谁占着武库，谁就死在里面。开暗门，盾牌先入，卡死门口，他们后面的人进不来。大人，对面只有几个人，长枪刺手，先抢出落脚地。兄弟们撑住，谁推谁死！风姐，撤虎！追，别让他们打开库门。大人饶命，我们愿做牛做马。方才见面便放箭，现在才想做牛马。我们只是认错了人。杀了，开库，先取长枪和箭矢。大人，这些可比猎矛结实多了。攻守补剑，其他人每人多带2杆枪。回去把枪分下去。想跟我们离开，就得先学会自己杀尸鬼。
枪卡住就松手，命比一杆枪值钱。王市长，我再来。王市长，床外清完后，带人赶至巨马，用巨马堵巷，削尖木桩，交叉绑死。尸鬼只会前冲，老办法正好治他们。男丁搬木，妇女拆麻袋搓绳，快！大人，您看这样成不成？会松，绳子再绕3圈，木桩角度也要统一。这东西不是摆设，要让尸鬼撞上去就拔不下来。木头削尖，死结绑牢，谁偷懒害的是自家性命。直路虽近，可两侧巷口太多，尸鬼随时会涌出来。举马封侧巷，主路留下马车宽堵，我们不必轻绳整座堡，只要清出一条粮道。木料已经用完，数量够了，把巨马搬出去，我们去夺堡门。卡进最窄处，让横木抵住两边墙体。这条巷封住了。大人，这里无墙可卡，尸群多了，怕是顶得动。一前两后，用绳索捆成一体。除非尸鬼堆成山，否则推不开。大人，武库里还有好甲和弓弩，就这么留下？现在带走只会拖慢速度，东西不会长短，活人却会死。先把人带出去，再带更多人回来取粮取甲。停！所有人依次出堡，不许争抢。一个不少。放响箭，照理顺接应。家主，马匹都在，接应的人也一个不少。善骑者带人，2人一骑。大人，我们还会回来吗？会。下一次，不是10几个人偷偷摸进去，我要带整支顺义堡军队回来，把粮食一车车运走。百户大人回来了，所有人不许乱，先按军令查伤。照办，一个都不能漏。没有咬伤，也无人泣血。先安置高师堡的人，再召各区长议事。堡外发现尸鬼的次数，堡内人心和存粮全都整理清楚。卑职马上去办。高师堡已经沦陷，朝廷援军也未必会来。想让家人活下去，只能靠我们自己。今日大开武库。百户大人只是把家底都拿出来了。刀盾手优先着甲，长枪手居后，铁甲仍配精锐。李顺，召集鱼丁，套弩马驴子，所有空车全部带上。鱼丁每车1人，沿途不许掉队。留守一署封闭堡门，其余人随我出发。大人，里面至少有7、8只，弟兄们不敢靠近。盾手在前，长枪居中，弓弩列后。阵不动，人就不会乱。卑职去把他们引出来。100步、50步，放弩！任何人不得追击，等他们自己撞上来。稳住，长枪刺头！过来！旗卒设侧翼，别让一支绕阵。尸鬼全数杀了。各队原地查伤，手臂、颈侧、脚踝全部查清。这是草星磨的，我根本没碰到尸鬼。大人，我不知道这道伤从哪儿来的。先捆了。大人，我若真实话，你再砍我也不迟。方才尸鬼确实没冲到他面前，卑职可以作证。更像是阻邪磨伤，但不能只凭一个巷字就放人。现在杀了他们容易，可明日你们身上多一道旧伤，是否也要立刻掉脑袋？捆束隔离，12个时辰内，若无气血湿化，再放归队。多谢大人给我们自证的机会。
其他人搬开障碍，继续赶路。天黑前必须抵达关隘。里面没有活人回应，空气里却有腥味儿。今晚必须在此落脚，野外护不住人马。你们守车，关隘里的近身清理由披甲家丁负责。双层甲、盾枪弓各有人，出不了乱子。别急着逐屋搜，先把能动的东西全引出来。门后有东西！今夜能不能睡个安稳觉，就看我们能不能把这里清干净。都等着，他们会自己找来。来得好！左侧清了，分3队，盾、枪、弓搭配，逐屋清理。内外皆清，井水也没有无误。放屯兵进来打扫，尸体堆到空地，浇油烧掉。有鬼！下面有东西抓我！李毅，带人查清楚。难怪搜遍屋舍都没听见，他一张嘴就灌满了。他刚才一扑腾，溅了我一身。忍着点，至少他没真抓到你。家主，已经解决，是一头掉进茅坑的尸鬼。把那处茅房封了，所有人消完就睡。明日起，这里不只是歇脚处，我要把它变成运粮中转站。粮先运到这里，一日可往返2、3次，再慢慢送回顺义堡。家主准备留人驻防，你带医师留下，守住粮食和退路。若有逃难百姓来投，该收还是该赶？验伤、隔离，可医者捆缚，确认无伤的百姓可以收下。已过12个时辰，留在这里帮李顺守义。若事不可为，不许死守。突围来报，你比一座驿站重要。卑职记下了。每5一队，依托军马清路，假势 hold 住车队。死人罢了，自眼窝，别碰他的手！停下！弓手上前，放箭！军马要被推开了，保护家主和车队。援兵快到，前车千万不能乱。想活命，就跟他们拼了！跳车，立刻跳！保护老张，其他人结阵。别管马，两车不能散。你保住了后面的车，也保住了所有人。围车列阵，引他们来，一支一支杀。稳住，刺头，不许追出去。加固巨马，前锋进入粮仓院子检查。大人，死了一匹马，是小老儿的过错。你非但无过，还有力挽狂澜之功。回堡后，本官重赏。先查杀伤，再装粮，谁敢争抢，军法处置。这么多粮，顺义堡的人都能活了。别只看，把完好的粮袋装车，我们把活路真正运回去。除他之外，其他人的擦伤无法确认来源。有人看见我摔在墙边吗？替我说句话。大人，卑职确实不敢断定。不能断定，就不能无凭无据杀人。可他若突然变成尸鬼，全部捆缚隔离，由专人看守。若有泣血、嘶吼，当场处置。其他人继续装车，不许靠近他们，也不许私下动手。李忠，你押第一批粮回关隘，卸完即刻返回。卑职保证一粒粮都不少。到了关隘，不许直接进门。家主担心李顺，我信李顺，但不信这世道。必须先让他本人上墙露面，防止关隘被人夺占。明白。若见不到李顺，车队绝不靠近。
关隘一切正常，开门接粮。行。李顺师长，林子里有个活人。先关门，是人是鬼，问清楚再说。官爷开门，小人是良民，愿干活，只求一条活路。身上有没有抓伤、咬伤？没有，小人从张家村逃了5天，连官道都不敢走。退后3步，脱去衣服，原地转一圈。只要不赶我走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帮老险，小人绝不反抗。观察12个时辰，没事就有饭吃，也有活干。家主，粮食已经安全运抵关隘，李顺本人也安然无恙。关隘可有其他变故？前后共有15人流民来投，10名男丁，5名妇人，都已查伤捆绑。李顺人手不足，想让男丁搬粮，妇人做饭，干完再绑回去观察。可以，先用熬过12个时辰的人。这样一来，咱们的人也能多喘几口气。告诉李顺，做事换粮，守规矩换庇护，有人生事立即拿下。装完这一趟，全军撤回关隘，晚上不留在高士堡。家主还惦记着武库里的甲，粮能让人活，甲能让人活着把粮运走。趁天色还早，歇息1刻钟，随后轻装翻墙，去武库取甲。大人，需要我们打头阵？不必杀敌，你们只管扛梯、架梯、扶稳。卑职保证梯子不倒。只穿皮甲，人太重，梯断了，扎甲会把自己变成秤砣。轻装探路，遇到狮群立刻绕开。不论拿到多少甲，日落前必须撤回。院内3头已经清完，架梯过来。正门外至少数10头，还有几个穿着扎甲。周千虎的家丁石化了，头盔正好护住要害。若让马车过来，动静会把他们全引来。放弃正门，走上次的安门小院。嘘，全都压住脚步，谁也不许弄响兵器。甲胄不全穿在身上，捆成小包，用绳索吊过墙。家主，他们正在往这边来。那就动作快些，人走梯子，甲走绳索，一件也不许卡在墙上。每人加穿1层皮甲，其余扎甲3领1捆，皮甲卷紧再捆。大人，这领也还能修。带上，人先翻墙，甲从墙头吊运。墙门撑不了多久，撤！甲乙到手，车队立即回关隘。大人，被咬的李广卫开始气血，怕是撑不住了。大人，救我！李广卫已经没有办法了，趁你还能说话，留下遗言，告诉阿秋，让他改嫁。我不怪他，只求他别扔下孩子，把我李家的虎肉养大。本官会一字不差带到，你的孩子顺义宝也会照看。趁他还是李广卫，痛快送他上路。家主，已经收好了。带他回顺义堡，把遗言交给他的妻子。从今日起，凡与尸鬼接战，战后必须查伤，伤势不明者，捆布观察12个时辰，确认尸化者立即处置。先休整，明天继续把粮食运回来。百户大人，小老儿失礼了。伤成这样，虚礼就免了。李继胜，那日你为何敢驾车冲尸？小少爷有所不知，我原本叫赵九，是青州逃荒来的流民。我爹死后，是您祖父收我做义子，给我饭吃，还没让我入奴籍。既是祖父的家丁，为何后来成了普通军户？老爷战死，我也落了旧伤，便向您父亲讨了20亩地和一个婆娘。我还求他准我儿子改回赵姓，给赵家续香火，少爷全答应了。所以你拼命，不只是为了粮食。李家给过我2条命，还上1条也是应该的。你的命已经还过了，今后药钱、口粮和养老都由我负责。全部运完了，共有多少？家主，约5000山，只多不少。多少？ 5000镇上下。
一个千户所秋后入库，至少该有1万担。层层盘剥，倒卖孝敬，卫所里向来如此。少掉的5000针，够顺义堡多活4、5年。李昌，叫醒他们，安排到能助人的屋里挤一挤。是，家主。过去有人把军户当牲口，才把救命粮食摊得只剩1半。从我这里开始，这种刀不能再往自己人身上割。关义粮食一时运不完，谁愿留下镇守？家主，我愿意。墙外尸鬼好防，墙里的人心难看，你担得起吗？家主的吩咐，我从未打过叉扣。给你2须屯卒，这些独身男丁也留下做事，看他们守夜、分粮和干活，谁可信，谁可用，谁会暗中生事，全都记下。有人作乱，卑职先拿下，守不住时，立即示警。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。少旗开路，启程。大人，这个给您，谢谢您肯收留我们。你的心意，我收下了。好好活着，以后我还你一只更好的。大人也要好好活着。其余人原地等候，查清伤口才能入堡。按规矩办，一个都不能漏。李逢世，是我，雨玉。你父爷李广卫与尸鬼交战时染疫而死，我将他火化带回来了。他那么大一个人，怎么就剩这么一点了？他临死前留下了话。广卫说了什么？他说你可以改嫁，他不怪你，只求你别抛下孩子。我先把他安葬，把孩子养大，别的以后再说。梁广卫会入此享香火，你们母子的粮食也由保中供给。粮食有了，但还不能高枕无忧。今日只议一件事，顺义堡以后怎么活？大人离堡时也有流民叩门，我们把人赶走了。当时堡里只有10多个守军，大家既怕流民协议，也怕出了乱子压不住。你们家小都在堡里，谨慎没有错。谢大人体谅。纸上13户登记了27名新来百姓，他们已经按户分房安置，只是空院不足，几户人挤在同一座院子。乱世有片瓦遮头便是幸事，再查清适龄男女，鼓励于本堡军户婚配，一旦结亲，他们便能真正安下心来。有粮，有人，有家，只能让我们暂时喘气。真正的狮群，这些还远远不够。高石、西乡已成死地，南面只剩沙林堡，还能互相示警。关义也该备狼烟，遇到狮群或强敌，见烟便能早做准备。李忠，明日把命令带给李胜，守不住就放烟撤离，不必死战。卑职一定交代清楚。西面也应设哨卡，补上最后一个预警缺口。堡内丁壮加固城墙，修建箭塔。人忙起来，恐慌才不会滋生。屯卒披甲伐木材石，鱼钉垒墙搭塔，女子缝制护臂和手甲。遵命。李胜虽然死板，却最守规矩，适合独守一地。你愿意去吗？大人，我愿意。明日待1时出发，你就是顺义堡西面的眼睛。李二狗，你想送我上路不成？师长，那树自己歪了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伐木第一条是什么？看风向，清人判断疏导方向。你哪一条做了？滚去萧木刺，今日回城罚你团车。二狗只是冒失，你让他长个记性就好。我若真按军必治他就不是推车这么简单了。迎李公宴2位神位入祠。梁广卫运粮有功，今入祠永享香火，其妻儿有保中供养。关义狼烟已经备好，李胜也开始挖沟布刺桩，有府兵和新兵器，再2日西侧哨卡就能助人。有功者留名，办事者得用。把哨卡建牢，别让今日的承诺变成空话。3宝尽失，却能行走，不腐不坏。前面有活人，也该有更多食材。
洛阳八关固若金汤，岂能轻言迁都，把关东山河让给怪物？长江防线已经破了，应天、镇江等重镇满城尽丧。失意到了何处？徐州淮河已失，黄河南岸也出现尸鬼。益州若再不准备，朝廷连最后的退路都没有。这不可能！命益州、雍州即刻呈报梁末，道路与关隘情形。是否迁都，明日再议。大人有何吩咐？我随便走走，你们继续巡视。赤兰，你说这样的世道，我们还能活多少年？奴婢不知道。有时我真希望这是一场梦，醒来还是去年冬天。老爷在哪里，我们就在哪里。5000道粮能让人活几年，却挡不住成千上万的尸毁。那便一天一天的活，一堵墙一堵墙的修。你说的对，天亮后加固堡墙，搭建箭塔。朝廷尚在寻找退路，我们没有退路，只能把这里守成活路。家主，朕要用粮食向李民大人借家丁北探。上林堡和边墙情况不明，派去的2名夜不料也没有回来。北面不查清，我睡不安稳。大人不必停步，交给我们。懿旨。慢了半分。回队擦净血迹，检查皮革是否破损。听闻贤侄重伤俱死，如今见你安然无恙，叔父也放心了。侄儿此来，本想以粮借几名好手北探边墙，可明叔您怎么病成了这样？我儿带着半数家丁去了高丽，3万幽州军急属覆灭，他回不来了。云叔去抚远县探亲也失踪了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贤侄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你从小说谎就摸鼻子，告诉我，你是不是见过云舒？我在官道见过3辆轻浮马车，其中有一具侍女归轨。车旁还有什么人？没有披甲护卫，没有侍女，也没有其他骑马者。云舒带了2名家丁，1名侍女，1名老马夫，3匹马和1架车。人数、车辆对不上，那侍女不是他。好，只要没见尸，他就还有希望。可她一个闺阁女子，就算活着，又能逃到哪里？云舒善骑马，也懂刀剑，遇到危险，他绝不会缩在车里等死。他会刀马，为何我从不知道？因为他只想让你看见，一个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，一个女儿家，为何藏起擅长的刀马，去学不喜欢的女红梳妆？我与他同姓同宗，大顺律法不许通婚。我只告诉你他为何改变，并没让你现在决定什么。他最后去了哪里？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，但他此行访亲的目的地是抚远县。我会查清他的下落。贤侄，现在再谈谈你借兵北探的事，以及我们能不能换一笔交易。我原本想以粮借您几人家丁，北探边墙，查清那里是否有大古尸群。我现在只剩8名亲卫，他们还要压住堡里那些等我死的人。所以明叔要我改道救云舒。你把云舒带回来，沙灵堡的人、粮、兵甲全部交给你。你先派10名屯兵进堡替我镇场，我8名亲卫便能全部跟你走。堡里那些叛我绝户的丁壮也任你调用。明叔押上的不只是兵，是整个沙灵堡。我只剩这1个女儿值得押。不对，先用云舒动我的心，再用一座屯堡锁住退路。老狐狸，情分不能不还。沙灵堡也确实是顺义堡需要的元首。明叔，小侄明日再来履约。家主，借兵之事没谈妥，为何明日还来？李毅，一人换一座屯堡，你换不换？除非那人是家主，否则10个100个也不换。可偏偏有个父亲愿意拿全部身家换女儿。回保召集心腹，明日接兵，改道抚远县。明日再运最后一批粮，余粮留给李胜收拢流民。后日卑职再给西少送粮，东西2处轮值也一并安排。我离保后，
守卫刘明和劳役由你总领。家主可否带卑职同行？你善于统筹，顺义堡非你不可。你留下掌管粮库，与李顺互相补漏。卑职必守好家主基业。你负责运粮和东西驻军，遇到大事，3人共同商议。李毅、李信等12人随我出发，另选1师精干屯丁，进驻沙灵堡。谨遵家主号令。贤侄，这些人手我全交给你。6架战车，8名亲卫，明叔果然掏空了家底。那些屯卒家小都在堡内，该探路便探路，该挡刀便挡刀。我等奉家主之令，从今日起任凭李煜大人驱使。门已经关了，抚远县就是你们唯一能走的方向。我等家小都在堡里，凭什么逼我们去抚远县送死？李松，告诉他犯了哪条军法？违抗军令，犯清军，当斩；多出面言，扰乱军心，亦当斩。大人，我只是一时糊涂，愿意服罪。军令若能用一句求饶抹去，下一次就会有10个人抗命。拿下！卑职愿亲自行刑。可。10长清点人数，5长整队，所有人各归站位。出发！兄弟，你还在流血，要不要进城找医馆？快叫官差，别让人死在这里！都别过去，这人不对劲儿。贼人有几个？可有兵器？2个，就是2个赤手空拳的疯子。5个人拿2个风民，功劳送上门了。这疯子力气怎么这么大？赵头，不止2个。贼手已伏诛，立即回城求援。别查了，风民马上追来，先放人入城，再关门。赵头，这血不对。哪里不对？活人被砍会喷血，他的头掉了，只流出一点黑血，像是死了好久，血已经不流了。难道那东西本来就是死人？要不要去禀告县尊？物证被拿走了，现在去说，只会变成我们怯战逃跑。先让各自家人闭门不出，今晚谁也别在街上过夜。南门外那些风民，脑袋砍下来才会停，被咬死的人也会重新站起来。会走会咬的死人，你可看清楚了？5、6个差役才能安住一个，便没有活人的鲜血喷出。淑儿莫怕，城门已封，就在外祖母这里多住几日。在祖母，我得亲自问清楚。今日逃入城中的百姓，可曾逐一查验伤口？事态紧急，守军先把人放进来了。舅父，染疫者已经入城，封门，清查今日所有出入者，饮水与粮食分开看守，夜里增加巡逻。照云叔说的办。这条路我们探过3次，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凶险。说清楚。第1次还有百姓闻声救，第2次只剩包袱与血脚印，第3次活人几乎看不到了。林里的嘶吼却越来越多，没有见到尸体，李云舒就是活的。家主，前方10余头尸鬼聚在官道中央，正在啃食个东西。全军止步布阵，卸马。真要让那些东西冲过来，长枪手登车，刀盾柄守住车辆接风。甲士留在车后，盯紧车底，防止残尸爬入。随我引敌。合阵！前阵随时报部署，攻守准备。150步，120步，仰角摆木，放！箭矢覆盖中段，再搭箭，仰角80步。剩下的交给你们，握紧长枪。他们还没死，中了那么多箭还没死。前有尸鬼，
后有军法，枪掉了你先死。握紧枪，现在他就是你的命。退是死，守住才有活路。我不想死，你们不能逼我。临阵脱逃者死。别看后面，刺头。他没有想象中那么硬，那就再杀一只。能跑的已经清完，只剩3头缺尸和2头伏地爬行的残尸。开阵，七族随我收尾。下肢损坏后速度不快，但贴一趟藏进草里，很难提前发现。卑职处理。白日官道不可靠，黑夜和草丛里却能咬住脚踝。车底、床下也可能藏住他们。传令，今后夜巡搜屋，除了正前方，还要查草丛、车底和床下。最危险的，未必是跑得最快的那一头。天色尚早，不在这里耗费体力清场，把门封住，别让里面的尸鬼跑出来害后来人。没带笔墨，怎么提醒后来的百姓？乡野百姓大多不识字，留下字也未必有用。血布、凶器，谁看见都会知道里面不是善地。既困住尸鬼，也为后来者留一条命。继续赶路。取土填石，不能给爬石留下入口。每辆车底都填，压紧。高士宝的教训不能再犯。别惊动全营，我来。车底有东西，若没有提前封缝，他已经爬进来了。处置得当，换班后把经过告诉所有人。车阵已经经得起夜袭，全军拔营，继续前往抚远县。昨夜的火没看错，是官兵。他们正往咱们村去。村里那些东西若还在，他们会一头撞上去。谁跟我下山报信？官兵是真是假都说不清，不能拿命去赌。当初信你逃上山，是因为尸鬼已经进村，现在粮食还够，何必下去？10日前你们也说县城官兵能平乱，留下的人还有几个活着？你救过我们一次，不欠谁的。先看官兵如何应付，只差这一段路，我们却连一句警告都送不到。大人，前方便是西岭村，越过熊耳岭，抚远县已不远。村内情况，40、50户，不见活人，不闻鸡犬，恐怕已经遭难。若1户3口，最多可能有150头。有人逃，有人藏，实际不会这么多，但也可能接近100头。保持阵营，还没接敌，谁敢先乱？以前人手不足，我们从未走到这里。今日有大人与车阵，总算有机会通过。附近可有车辆能够绕行的小路？这是东西唯一官道，若汽车绕山，还得先找到本地村民引路。全军止步，前面不是村子，是挡住官道的一座尸巢。卑职带几人抵进村口，先摸清尸鬼数量。你们一进去，分散的尸鬼便会追着活人聚成一群。不探清虚实，难道硬闯？100尸成巢，6辆车挡不住，那不是勇猛，是把屯卒送去舔嘴。汽车绕过去。有车，他们才敢站着；汽车，他们只会争着逃命，不闯不绕，便只能先灭了他们。会跑的尸鬼难杀，摔断腿陷进坑里的尸鬼只是活靶。收服20，铁铲10，铁锹30，足够40余名屯卒轮换。全军上坡。今日给他们挖坟，明日再引尸入葬。1、2、3，退！尸鬼若从下面冲上来，跑不快了。这便是第一重地利，全军暂歇，不准乱走。家主，可看清村内虚实？距离太远，看不清尸数。先探脚下土层，岩层太浅，计策便要换。6车首尾相连，凸面朝官道，凹面背断崖，后方缺口用旧巨马封死。听见没有？咱们把山坡变成半座堡。一处1尺见岩，一处4尺见岩，另外2处已过7尺，还能继续。足够，只用深土区把2坑向左右延展，再连成一体。10丈壕沟，不错。明日尸巢种到这里，
第一批就会被自己的速度送进坑底。粗木留作巨马，细木斜插坡面，尖端全朝官道。哼，单个上来连壕沟都摸不到。家主，西边发现一头湿透的尸鬼，像是从上游飘下来的。他尸变前可能进过整条河。这水还能喝吗？未经命令，谁也不准碰。不喝水，他们今晚挖不动，明日更拿不起枪。看着比咱们水囊里的还干净，偏偏没人敢下嘴，全部煮沸。高温若杀不死尸役，这天下所有河流迟早都不能饮用。煮过以后，谁先喝？5名屯卒，1匹弩马，其余人继续喝旧水，不得走漏消息。弟兄们干了一天，实在渴得睡不着，讨一口便走。大人有令，明日以前，任何人不得再饮此水。明白，我只是问问，这就走。紧张归紧张，没做错事便好。说他们要亲手杀了他们，他们尸化时若扑进营地，死的就不止5个。为了救小姐，便能拿他们示命吗？如今没人能顾全所有人，我们只能先保住这支队伍，找到小姐，给家小留条后路。我不会做烂好人，害死更多弟兄。今夜轮班盯死，若有人气血抽搐或失去神智，不必请示，一旦尸化，力斩当场。放弃新壕，全部人手延长现有壕沟，10丈长，1丈宽。5时以前必须横断车阵正面，所有人轮换开挖。回来时只认绳子，偏一步，马腿就得折。目次不求杀尸，只要伤腿，拖慢，分散尸群。大人，马可有尸变迹象，眼睛肉有弹性，牲畜无碍。 5名试水者也已劳作半日，神志清醒，对答正常。 9个多时辰，暂未出事。虽然还不够保险，但开战时辰已经到了。有水不让喝，再打一仗，人先渴死了。再压下去，他们可能哄抢。待会儿见到尸潮，更会先溃。把煮过的水发下去。家主，12时辰还没到，不喝，他们必败。若河水真的染疫， 你继续盯住那5人，都排成一列，过来领水。若他们先尸化，今夜趁其他人还是活人，全部处决。活过今日再说，痛快！卑职请命去西岭村饮尸。卑职熟悉提坑通道，愿与他同去。饮尸不是送死，事不可为，立刻回来。尸群一出村，今日便必须分出生死。布条下面有绳，绳子进路，2段之间必须走直线。回城我走前面，你跟紧便是。 陷阱是我挖的，你抢什么前卫？那就谁活着到坡底，谁走前面。冲进去喊一嗓子，保证全村都来。那不是钓鱼，是跳进水里喂鱼。你留在后方警戒，我用响箭把他们先聚到村口，2个人一起去，1人射箭，1人清理漏网使回。若我失手，你便以我为饵完成饮尸，必须留一个后手。家主说过。 饮尸不是送死，我不会求死，但也不能让小姐再等1日。先让他们走，不让他们跑。左侧30步，别停！现在，让他们看见活人。已经咬钩，撤！数量比预计更多，至少上百。 前面也有，不能在这里被缠住。冲过去！只要回到坡底，陷阱就是我们的兵。全军举盾架枪，打开通道，接应2旗。风阵，他们到了。没有抓发咬伤，血是尸鬼溅上的。 跑的、走的、爬的，全被分开了。提坑有效，第1重陷阱已经把尸潮撕开。目刺没扎死几个，倒是把他们全扮成瘸子了。长枪手刺口眼，刀盾手只砍抓上来的手。他们真上不来，
拉住他的腰带，镇住谁都不许越位！那东西是我砍成这样的，还能喘气就举盾，别让童武替你死！救我！拉住我！缺口，这里少了一面盾。长枪手换盾补位，谁敢后退，杀无赦。缺口由我们顶，其他人不许乱。李川，让长明芳换盾，把李松、李贵替回来。家主有令，甲士不得无畏田线，盾在人在，盾倒人亡。诺。你们的命要留到真正的决战，不是替每个失误的屯兵送死。卑职知错。50步，目标清楚，逐个点杀，放！别扎胸口，呲嘴，省力气。停！他已经死了，省下力气杀活的。甲士接管尸坑，其余人以15散开，清理所有残尸。5人一队，长剑枪在前，别单独靠近。以前这个时辰，咱们还在地里除草，现在也一样，只是草会咬人，得把根一起除掉。残尸清尽。西岭村尸群已灭，你们也终于像一支兵了。地下还有活的，不用下去送命，把尸体全部填进坑里。添柴，焚坑。火势不够，把无用陷阱全拔起来添进去。闻着像肉，想着却想吐。要吐离我远点，别糟蹋肚里那张饼。烧的是咱们的乡亲，他们已经不是乡亲了，烧干净，村里活着的人才能回家。填涂鸦石，别让野兽刨开。家主，12时辰已过，5名试水者和弩马全部无恙。全军装水饮用，河水煮沸后暂可保命。用2架巨马堵住入口，村里可能还有残尸，任何人不得擅自搜村。若里面还有活人，我们没有巷战搜救的余力，能活到现在的人，自有藏身之处。大人，福远县到了，小姐母族赵氏就在城中。尚有20里，今日到不了城下，以秋扎营，明早探城。一切听大人安排。李贵说，你昨日独自冒险，是因为见我观察日影。卑职以为大人在等日光助战，不敢错过时辰。我只是怕烈日晃到自家兄弟的眼。忠勇不是乱猜命令，更不是白送性命。卑职记住了，活着才能救出小姐。西岭村只是路障，真正的时辰到了。大人，南北城门尽皆紧闭，南门集市只剩遍地血污，不见活人。城内必然爆发过尸疫，活人与尸鬼都被锁在里面。除此之外，城西箭塔上还有活人，其中1人曾朝卑职挥衣求救。点17先行，车队随后跟进，不得靠城过近。3人穿黑衣，1人穿灰衣，都是抚远卫所兵。见到援兵却不出声，说明塔下有尸鬼。护城沟隔了10里长，等他们想办法传讯。他们是不是已经饿疯了？他们在演尸鬼追人，所以才被困在塔上。最后是在报数量，可他的手势太乱。10加2，塔下有12头。这般乱七八糟的手势，倒让你看懂了。12头不算多，但他们已经饿得站不稳，杀不出去。嘿，简单，一箭把他们引到别处。别射！他们怕的不是这12头，是想见惊动城里更多尸鬼。一箭下去，可能不是救4个人，而是唤醒整座尸城。不把尸鬼引走，让他们翻墙跳下来，自己跌进护城沟。可不用想见，拿什么让他们直往这边来？回营取一样东西，用气味，不用声音。走了，不管我们了。不等了，吃皮革恢复力气。
今日下去拼命！大人，他们回来了！都别愣着，他们真是来救人的。家主，现在把血倒了。不倒，只开塞。这是昨夜巡营甲士从兔窝里捉到的2只兔子留下的血。尸鬼能看能听，鼻子没道理全然无用。再进10丈，打开水囊，举到肩上。是不是离得还远？风势不稳，再进5丈，不要惊马。动了，全都动了！12头全跳下来了，一滴没到，12头全进坑了。我乃顺义堡离玉，塔下已清空，尔等可敢下去为我寻找绳索？敢！这次下去不是赴死，是求活。绳子绑好了，直接扔下去。垂下绳索，你们重新上塔躲好，不必勉强接应。照办，别让我们这几双软腿拖累救兵。乔装未稳，先把下面的东西杀净。墙不够长便用石头，反正不能让它坏了桥。大人放心，这边交给我们便是。还没说让谁留守，你们倒先勤快起来了。6辆车和26匹马不能进城，必须有人守住退路。李毅、李望安、李泽留下，再带5名屯卒，以车阵保护马匹。若城中出现变故，时刻观察墙头，我们可能需要城外接应。车马也是全军返回的命根。人在，车马在，退路便在。大人放心，我们绝不擅离。试水时个个像等死，现在留在城外，倒比祖马还有劲儿。他们替全军试过命，有功便该得赏。墙头暂时安全，送吊篮。慢些，几日没进食，猛吃会把自己活活胀死。小的，这口吃完就停。每人1张饼，几口水，暂时足够。福远卫百户张士诚，多谢大人救命。原来同为百户，若不嫌弃，我便托大叫你一声贤弟。全凭贤兄之意。贤弟，福远县为何会沦陷得如此彻底？千府出城平乱得胜，当夜召集武官设宴庆贺。起初只是一处惨叫，随后全城都乱了，房门被打开，尸鬼越聚越多。西拜角楼的甬道呢？尸群追上城墙，我们只来得及关闭内闸，甬道里全是尸鬼。这条路不能走。城内没有形成一整片尸潮，坊墙把他们分开了。活人也利用城墙甩开尸鬼，只要不落地，这座城还没死透，那便去西南角楼，先夺通道，再谈入城。大人，卑职愿带路效命，只求事后准我探一探魏城中的家小。魏城尸鬼不知几何，我不能拿全军性命许诺，妻儿尽在里面。若有机会，卑职愿以命相报。等完成此行目标，若局势顺累，可以一试。我等4人自成一伍。我为你们冒险，便先证明你们值得。卑职明白，从此只做大人麾下客将。全军南进，目标西南角楼。大人，他们挡住了去角楼的路。强盗同时只能展开4、5人，大阵压上去反而施展不开。尸少便杀，尸多便退，由攻守削减。小川，我先上，你5步后接，刺发队保持间距。他们看见我们了，先发队迎敌，轮战开始。躺好！先发队收阵，小川接上。枪手处理中间。节奏正确，不要恋战。卑职本队杀尸8具，我队7具，没有伤者。锤击头骨比刀刺更快，但必须留力回防，别把性命交给同胞兜底。卑职记下。前锋归阵，横盾，一起挥，别让他们抓住枪杆。大人，卑职愿带队强攻。中层虽无动静，上下阶梯却看不见，窄处若被扑击，架势无法展开。角楼必须夺，但不能拿精锐失措。大人，我愿率本队4人探楼。若尸少郡杀，尸多立即撤，我亲率盾阵在门外接应。
张守、张鸾、张望，随我入内。为什么又是我在前？因为你迟钝，往前，活路也在前面。中层安全，尸体早已赶口，先查高处，再开下层挡板。楼上的尸鬼多半撞断这里，掉进城中了。下面有尸鬼！只有断续一声，我来确认。一头摔断骨头的废物，上不来也下不去。角楼已清，半数守西门，半数封南门，攻守上楼警戒。感叹能杀，知道进退。贤弟这份投名状我收下了。卑职愿做客将，不敢再与大人论兄弟。你困在高处多日，可曾看见赵府情况？赵府在衙前坊，前院库房多，后院有楼阁与司警。府里还有活人吗？我曾看见赵家把人集中到后院，还在楼顶架木板搬运水粮。坊内有尸鬼，但数量没有密到能翻过赵府高墙。赵府有兵刃，有家丁，有司警，至少我最后一次看见时，后院尚未失守。小姐可能还活着。只要里面还在组织取水，活人的秩序便没有崩。从这里进入南坊，再穿过一条主街，便能抵达衙前坊。目标已经明确，下一步不搜城，不分兵，只打通通往赵府的道路。李信，你率夷吾守住角楼。家主放心，人在，路就在。登上顶层，打出刃旗，城外李毅若看到，便会来接应。若尸鬼攻来，卑职先守中层，再退上层。记住，角楼不能丢，我们还要从这里回来。诺，等我回来。先出甬道，别乱。附近暂时没有动静。东面主街尸鬼太密，不能走。大人，从西门入坊，借窄巷绕到北门，最快也最稳。门栓在里面，外面打不开。若强行破门，动静太大，也会毁掉日后撤退的屏障。谁说我们一定要破门？坊墙狭窄，墙内又有尸鬼，攀登恐怕比破门更险。墙上没有守军，尸鬼也不会列阵守墙。搭人梯，送精锐登墙，先清墙内尸鬼，再翻入坊中，打开门栓。卑职只记着坊墙难攻，却忘了里面已经没有守军。沿墙寻找尸鬼虚少的突破口，连续攀探，不得惊动尸群。换一段墙，继续找。大人，这里尸鬼很少。巷内可见尸鬼不超过10头，有人经过这里，还拖走了尸骸。大人，前2处巷道尸鬼成群，唯独这里稀少，地上还有脱尸血痕。这后面是封闭小巷，只有8、9户人家。若从此处翻入，离西门最近，里面也许有活人引路。前2次攀探已经浪费了时间，再试下去只会越走越远。可是巷内若藏着尸潮，4名先登之士未必能退出来，所以先登只能轻装，进门后不恋战。卑职愿为先登，若需本地人引路，卑职愿往。此行危险，你可想清楚？想清楚了。若家小尚在，我要带路；若不在，也该替他们走这一操。爹，娘，今日只有这些。大哥再等等，还差一个活人来了。先登九死一生，你们各有所求，现在说清楚。若我死在里面，只求家主给我一份香火。卑职只盼大人救小姐回保。张珠先说，若有机会，请去我家看一眼。妻女尚活便救，若已不在，替我们立块河碑。活着回来！你们所求我都记下，活着回来，让我兑现。里面没有嘶吼。妓院，
巷里不能久留。屋里有人吗？没有回应，先搜梯子，找到就走。这些尸块不是被尸鬼随意撕开的，有人剖过。血肉流得太完整，像是有人把能用的地方割走了。高世宝的尸骸也被后来尸鬼啃过。有人杀尸、脱尸，再用尸肉饮尸。先不管是谁，找到梯子。墙后有尸鬼？没有尸鬼，但有一束人头。这些都是你杀的？继我爹娘，巷里的血痕和陷阱也是你做的。我想要兵刃。你拿什么换？10具斩人贼。带我们穿过2条巷，这把刀给你，我全要。此人不可信。踩我的脚印。不要靠近头。他已经把这片坊巷当成猎场了。先给你一剑。还要盾、枪、锤。那人是谁？王二，兵刃幻引路，他值。你们把身上的兵器都给了他，若事后被约，他会变成更难缠的敌人。留他在坊内，反而能轻尸。依约给他，所有人降没，不得喧哗。大人，前后队都被缠住了。全队收缩，向我靠拢。院内没有活动尸鬼，所有人退进院中。李贵接应后队，乱阵者斩。救我！让他闭嘴。盾兵合列，长枪架稳，没有退路，死守。扎头，别扎胸口。围墙也看住。2人一组检查伤势，有伤瞒报，全武连接。折损6人，另有3名屯卒被抓伤。再往北，恐怕还会遇到尸潮。家主，屯卒已经失了胆，不再走向，接下来翻墙过院，步步为营。染疫者立斩，留下2队守进院落，清理来路，不得擅离。大人，若尸鬼再来，我们守得住吗？守不住，就退入下一座院，每退1步，先把门堵上。李贵、李松，带精锐随我北进。大人，坊墙位置由卑职辨认，不求杀尽，只求抵达坊墙。队形收紧。屯卒那边没有传来举报，省镇能拖住一阵，我们必须在尸鬼回流前翻墙。大人，墙头可站人吗？暂时可以。所有人压低身体。是我家的人，玉格儿也来了。表妹认出他们了。青边白色是沙林李氏，黑边白色是顺义李氏。百步外只能看到旗子，你怎么认出人的？舅父，请助他们过这条隔街。赵府有高墙，却没有足够人手冲过去。只怕我们一开门，先把尸鬼引进府里，那就制造更大的动静，把尸鬼引走。更楼上有爆更鼓，一旦敲响，半城尸鬼都会循声而来。不可！那是把尸潮引到赵府门口，府墙再高也扛不住全城尸鬼。不敲鼓，他们就只能隔着尸群等死。不用鼓。舅父，驱马挂铃，以马为饵，把尸群从隔街引开。全依舅父安排。马有了，
还缺驱马的人。可选一户将死绝户，以1人之命换其家小入府，会有人答应？恶可2日的人会答应。赵氏以祖宗灵位作保，接纳他的家人。只希望那人跑得够远。赵府需1人驱马向东，引走尸群，愿负死者全家入府。赵府当真收留他们？赵老爷以祖宗灵位作保，我的命换他们活。老丈，出东坊门后向北，切勿向南。请小姐照顾好我孙儿，来吃我呀！狮群动了，全员伏低，不要暴露。有人用命给我们清路，不许浪费这条路，全员过墙。你是哪一家的？赵府差役，奉赵老爷之命接应大人。五马引尸，也是赵府安排的？正是。赵府家丁还沿墙清理过路，能走的只有这几条大户城墙之间的巷道。尸鬼还会回流吗？暂时不会，他们都被马群引去了北面。带路，但每个转角先停，别把我们带进死巷。这样去见玉哥。大人，小姐平安。李贵，带4人回南坊，把留守屯兵收领过来。怒！你熟悉来路，随他一起去。卑职领命。将军，总算把你们盼来了。赵老爷不必多礼。敢问朝廷援军几时能解抚远之困？先接起我的人，再入资入那叙话。府中有热食，家徒也可听将军差遣。还有人未到，先封好后门，准备接应。表小姐这样打扮，李大人一定认不出您刚才在墙上杀过水鬼。只是商议正事，莫要胡说。那小姐为何连战甲都来不及收，就先换衣服？再多嘴，便留下守门。李大人，朝廷援军究竟何时能到？据本官所知，抚远县近期没有援军。没有援军？至少现在，我们可能就是这里唯一的援军。辽东尚有卫所，怎会没有援兵？玉哥，半年不见，云舒倒是更俏了。舅父待我极好，自然没苦着我。还有件事，你们必须知道，东征高丽的朝廷大军至今没有回援。没有回援是什么意思？最后传回的消息是全军而亡。我兄长也在那支军中，所以辽东边军主力恐怕已经没了。那我爹呢？他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我爹知道兄长的消息，对吗？明叔知道，他病了一场，但性命无碍。你是奉他的命来找我？他把沙灵甲士交给我，只求我带你回去。贤侄，请为赵氏上下指条明路。赵老爷想走，还是想留？自然想活。舍得，便轻装离城。我只带云舒、老夫人和赵家嫡系走。府中还有200余口，抛下他们，赵府先会从内部崩掉。那便不舍，以赵府为核心，联络邻户，逐院清除衙前坊，把各家的院墙连成一片，让所有幸存者共同守住这片坊。这个法子之前不是没人试过。赵家出10人，高家5人，钱家只肯出3人，谁都不肯多担1分风险。若贤侄愿意主持大局，坊内诸户自然愿意听令。我必须护送云舒回堡，不会留在城中。不过我入城时救下了一个本县百户。本县百户？张成成，他还有3名属下，家小也困在城中。一个光杆百户能主持大局吗？能不能，先看赵老爷敢不敢用。张承志在卫所20多年，似乎没有建树。他只剩3名属下，家小困在城中，生死不知。他没根基，不会吞赵府。他有所求，才会真心轻访救人。有百户官身，军户和各府家丁都得给他面子。老夫愿推举张百户主持衙前坊房务，还请贤侄带月儿一同出城，为赵家留根。可以，坐。我有事与你商量。大人请吩咐。张厨要把先登之功记在你名下。他……先听完。赵府院公粮
供人，由你整合衙前坊居民，清理各户左近尸鬼。清除坊内，便有机会去渭城找我的家小。这就是你的机会，你敢接吗？卑职敢，愿与赵氏共进坊内，安定军民。别用嘴效忠，用结果证明。所有人用完饭，立即整备，今晚撤离。大人，我家还有40余匹马。还有多少能充战马？10余匹。府中草料还能支应多久？最多月余。若再省着用，或许能撑到2月。人还能靠粮活，马没有草，只会先饿死。父亲说，大人若想取马，越早越好。这是赵老爷让你告诉我的。父亲说，赵家舍不得马，也舍不得让马白白饿死。40余匹马，足以让一支屯卒变成骑马步兵。若有百骑，抚远渭城未必不能夺回来。大人，监护人出城，马合城，日后再取。列祖列宗在上，子孙无能，今日恐怕只能死守宗祠。我当死则死矣，只求魂归九泉，不为邪物所摄。敬请诸祖见证。严寅，退遁牢！快关门！按住他！这条专攻大军驰援的道路，正在变成辽东军民的催命路。无论看见什么，都别松口，也别离开我。他真的死透了，头都碎了，不会再动。前队加速，天黑前必须到角楼。我跟得上。大人，他们回来了！看清楚，到卷帘。城外能看到吗？只要李毅还活着，就不会看不见。到卷帘，准备撤退。拆障碍，开路接应。大人，南墙有东西冲过来了！所有人先接应家主，再守南墙。官兵走了，我们没追上。他们只在村口停过，没进村。三嫂一家没上山，我必须进去看。村里若还有疯人呢？地窖里可能还有活人，不亲眼看过，谁也走不安心。抱团进村，天黑前找完就走。没有活人，再找下去，天黑我们也得死。来，再看最后几户，天黑之前一定出来。里面可能有人。有人，是活人！陆家妹子，是我们从山上下来的。山上还有活路吗？先把村里活人找出来，再一起回山。司令，砸他腿！他手上有咬伤，已经尸变了。他还会动，伤成这样还要绑？会动，就还有指望。娘亲，你在外面吗？司令，别砸头，把他重新捆住。娘亲，留2个人守着，他挣脱哪一根，就立刻补2根。孩子天亮前不许出来。车队今夜要在此造炊休整，李贵搜东院，李松搜西院，一间都不能漏。东院随我来。
以前有个弟兄如厕，茅坑里的石鬼往他屁股上溅粪，他摸到满手湿粮，还以为屁股被咬烂了。从那以后，他便有了个威风浑号毛将军，还真有不长眼的，伺候警，枪就别要了。没有打斗痕迹，他是把自己锁在这里后自尽的。承沈阳太守张大人，此人不是寻常官员，立刻禀报家主。尸骨能烧则烧，无油无柴便掩埋。厨房和干净厢房先清出来，别误了灶炊休息。抚远县城，有村民连夜奔来求援，称贼人正在生旦相临，怒响生否，人也鬼也，活人岂能拖着自己的肠子奔走？肠子是我的，所以我该是死了的。快跑！一日之间，活人进城行事，此乃天法。会扑咬，也会被兵器杀死，既非不死之物，便不是什么天罚神鬼。县城出城巡视，代表身份的官印一定随身携带。开箱，别损坏里面的东西。县城已经死了，这方印还能有什么用？百姓不识县城的脸，也辨不出他的字，他们真正认得的是官府盖下的印。家主是想借他的身份行事。只要官印还在，刘德章便没有彻底死。将来再进抚远县，他或许能替我们打开一道门。收好，若有一日被人识破，一个已经死过的人，也能再合情合理的死一次。后续人马留在门外，互相车查验，确认没有咬伤抓伤，方可入堡，不能把疫病之险带回家中。两人一组，从头到脚查清楚。玉哥，我先去看我爹。各自归甲，李毅、官印封和亲自取下，片刻也不得离身。何在人在，绝不会遗失。站住！此处是百户官邸，来者何人？爹！舒儿，爹！这位小姐，你不能擅闯，退下！此无女也。小人不识小姐，请百户恕罪。女儿不孝，让爹担心了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啊！爹，大哥他……锦州宗祠的族老亲口确认，做不得假。你能回来，咱们这个家便还没有彻底散。小侄见过姑父大人。月儿也长大了，如今已有男子汉模样。明叔，小侄不辱使命，将云舒平安带回。只是此行杀领军户，亡灭13人。老夫会给他们家中一个交代。贤侄能将舒儿带回来，已经辛苦了。玉哥，这是我珍藏多年的女儿红，你尝尝。泥封后酒味香清，好酒。玉哥喜欢便好。这酒应当埋了许多年吧？我出生时家中为我埋下的。舒儿，你方才说这是女儿红？是。既然开了，便喝吧。当时尸鬼全堵在坡下，玉哥让人掀翻车架，正好将他们砸进沟里。你再画下去，韭菜也要被你赶进沟里了。多日离保，慎一保不可长久无主。我今夜便回去坐镇。玉哥，我也路上小心。大人留步！大人留步！我与妹妹真儿，愿带2名家母投入大人麾下。沙岭有你姑父庇护，为何还要随我北上？时逢大疫，亲缘只能补助一时。
赵家如今只剩2个家仆还愿追随，我不敢拿妹妹的性命去赌人心永远不变。我识文写字，能抄文书，也能清点良策，请大人给我一个安身立命的机会。顺义堡多是粗人，正缺一个能持笔的人。跟上，别掉队。他已经走远了，夜里风凉。女儿再看一会儿。家主，前方3里河中发现尸鬼，正顺流而下。哪一条河？正是引往顺义堡成河的下游支流。下游已经出现尸鬼，上游的顺义堡只会更多。6骑随我轻装急进，后队缓行，护住甲州和丰河。大人放心，辎重与家眷交给我们。尸鬼已经能顺河绕过少甲，我将李胜所部全部召回堡墙，践踏昼夜有人。堡内也增了2副巡丁，起初只是1、2头，如今一次便有3、4头。上游必有村镇、屯堡，甚至边墙失守。不能再等了，田渠断开后陵河与上游的连接。田渠至少要上百男丁干2天，家主不在，我们真要动这么大的工程？今日是3头，明日若是30头呢？后陵河已经不是屏障，是把尸鬼送到咱们家门口的路。师长，这河里到底还有多少？不知道，只知道今日比昨日多。套住脚，把它拖上来烧掉。再来2句，敲锣，关堡门。渠一堵，田便断水。今年所有粮食都得跟着尸鬼一起死。不能断水，也不能任由尸鬼飘进护陵河。难道每日都等他们爬上岸再杀？在上游窄口扎营，水面横拉烂绳，水底打桩铺设锁链，再缀上倒刺结网。尸鬼顺水而下，必会撞进网中。兵卒只需守住岸边，不必让他们接近堡墙。此法治不了源头，却能将风险挡在堡外，还不会断掉农田水源。那就先用这个法子应急，再争下去，下一批河尸都要飘进堡了。水面3道麻绳，间隔1丈，水下锁链为鼓，道池全部朝向上游。尸鬼还没来，你先把自家兵器买了。网成了，所有人上岸，长条兵列到2边。网拦住了，拉绳。营寨守住，水也没有断，继续加固。夜里2师轮换值守。尸鬼泡过的水是否水带役尚且不知，从现在起不许饮，不许洗，营中用水全部从堡内井中运。网能拦尸，却不知还能拦多久。卑职恭迎家主。堡内是否安好？堡内无恙，我等不敢擅改护城河，只能先扎营结网，处置若有不当，请家主责罚。做得不错。我离堡前让3人共同代管，本就容易一而不决，错不在你们，能保住屯堡与田地，已经难得。源头可曾查探？不曾。兵卒顾念堡中家小，也怕贸然北上，将别处尸群引回来。没有擅自北上是对的。此次外出已经验证，尸鬼泡过的河水煮沸后可以饮用，但生水仍不许入口。营外再多挖堤坑，尸鬼奔跑时踏空折腿，冲势自然会散，长枪手才有时间反击。听见没有？照家主所话，今夜先挖出3排。此营既已运转，继续守着，不要轻易变动。我先回堡中通盘处置。我离堡之后，又收容了多少流民？新入20余户，前后已有40户。堡内居所已至极限，再收便无处安置。明日亲率粮食屯卒前往东侧关驿，将李胜所部接回。关驿即刻废弃。诺。关驿中的独身男丁全部带回，先核验伤口与来历，可用者便入河渠营，协助挖沟、运水巡守。具体去留以后再定。家主，河尸皆从北侧上游飘来，北地必有所失，是否该再派人查探？此事暂押，不可再让人盲目送死。但尸体已经替上游送来了消息，边墙到底出了什么事？我们躲不了多久。前域3年，年号说的是天威与风日，百姓等来的却只有饥荒与失意。陛下，
晋军家眷、宗亲与百官家属便已数以10万计，所需粮车、民夫尚未齐备。朝堂通过一道诏令，只需半日，真正让数10万人动起来，却处处都是缺口。他们争不到皇位，便说朕不配为帝；如今等不到援兵，又说失意因朕而生。玉玺能让天下人认朕，却不能让死者重新躺回坟中。令仪，你来看，刘氏礼今日吃了什么，马为何受惊，自己摔进哪片沙地，全都写给朕了。臣今日巡营，坐骑忽惊，至臣滚鳌落马，幸沙土松软，未曾伤筋断骨。他莫不是将朕当成听他诉苦的玩伴了？父皇，他虽话多，却从不隐瞒自己身在何处，做过何事。别人只写胜败，他却把每一日都留了下来。平寇大军为何覆灭？失意最初从何处失控？答案或许就在这些废话里。乾裕3年4月，刘氏礼统帅营兵南下襄阳，顺长江直抵南昌。彼时徐阳2州狼烟四起，倭乱、匪患，民不聊生，甚至还有诡异的失乱流言。中军大营南迁会稽郡延平府。是。沿途城池无事，倭寇于大城则绕行，散作100人小队深入内陆。这群倭人分明不求回城，不似寻常海盗，倒像是一往无前的死士。出兵第70余日，刘氏礼做出了那个将一切带入深渊的致命误断。微臣左右思量，倭人泉州府登汉西进，不过是声东击西，主力当在苏州、泰州登汉。蠢材！正是这个误断，让朝廷错失了最后消灭失乱的时机。刘氏礼虽察觉异样，却未意识到这所谓有理有序的扫荡，其实是在一步步踏入陷阱。此地登岸倭人，越是官道坦途，越是躲避，分明是不想活着回去的死士。都督，吴郡的杭州、延州已断了联络，凡是断了消息的州府，最后信中无一例外都提到了诈尸。胡言乱语，那是战乱恐慌所致。孙文礼的北路军必已压入吴郡，合围已成，5月底杭州会师，聚而歼之。你以为你在收网，可你不知道，那所谓的失乱早已将那里的官兵全变成了你的敌人。这最后一页是刘氏志的绝笔，此时的吴郡早已化作人间炼狱，数10万狮群正向中军营盘席卷而来。山阴县已是死城，3000先锋营将士全被为师殆尽。诈尸复归，生人泣血者，便染此邪意。以此信鉴赏，这比你的命重要。你等带上这些将尉，立刻南下转道逃生。大帅不走，北关怎能独活？滚！告诉陛下，弃徐阳2州，坚守关隘，方为上策。一员已散，此地即为地狱。我既为帅，当镇守此地，绝不让这瘟疫染出半步。走，去洛阳，告诉陛下，徐阳尽没，死守关隘。刘帅，您在泣血。无妨。老夫只是活不久了，百战将军阵上亡，这也算归宿。来谷，诸位！平寇大军100日绝路，刘氏礼最终以身殉主。他用3000侵入的生命换回江南真相，却没人信这是失忆。徐阳尽没，死守关隘，这是你最后留给朕的遗言，也是这徐阳2州最后的诅咒。家主，还是派人去打探打探吧。不可，稍有差错就是引火烧身。争霸天下，在这被诗玉搅得天昏地暗的世道，活着才是当时最奢侈的理想。屯堡城小而坚，四面而守，远胜那漏洞百出的抚远县城。抚远县不过是个烂摊子，我要的只有那座高耸的抚远卫城。至于外面的狮群，顺义堡就是我的棺材板，也必将是他们的葬身之地。一切里，
放凉焚劝。叩谢少爷，叩谢大人。兹除贱籍，复入卫所军策，永为良人。当个大头兵绝无出头之日，唯有在这乱世做个参苍军务的狗头军师，方能护住真儿，并在李煜身侧有一席之地。家主，堡内粮库账本繁杂，正好我有一身算术本领，愿为家主分忧，参苍军务。屯堡城小而坚，四面而守，只要练出这股精气神，在这失意乱世中，便有了立足之本。李煜练兵极重阵法配合，此人不仅有武力，更懂兵略。抚远县难守，唯有地处一角的渭城，才是我们真正的避难之所。家主若去夺城，我愿为帐下参军，献奇谋以助家主。家主，您有何吩咐？李顺，今日起赵中岳公子便是府上募兵。李大人久仰大名。赵公子客气了，折煞在下了。李顺大人，这些流民轻壮虽归堡内，但每日消耗粮破巨大，若无章法，恐成负担。哼，家主自有成绩，难不成赵木堪刚上任就觉得堡里养不起人了？非也，中岳既为母亲，正要为大人分忧。我有一策，可让这些流民自给自足。你王二每日挑土石弹，你张大负责筑坝，以工代赈，按劳分粮。你当真用一堆废弃的账卷和粗粮，就把这些流民安顿得服服帖帖？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辽民非贼，给口饭吃，自然卖命。家主，赵募兵此策极妙，不仅稳住了流民，还省下一大笔仓储开销。不错，出入幕府便能安内，看来我没有看错人。多谢大人夸奖，中岳必鞠躬尽瘁。李顺大人所言极是，但依学生之见，流民之患重在治乱，堡内人满为患，若将流民再塞进军户家中，必起冲突。赵公子有何高见？学生愚见，可在堡门吊桥外另建木寨，以作瓮城，纳流民于其内，无分男女，皆立其功。不劳者不得食，男子城外伐木掘壕，妇人缝补浆洗做炊。理是这个理，可这些流民经历失口逃生，凭什么听你一个白面书生号令？学生一介白身，自然不求服众。学生所依仗者，唯有一个法字。行保甲连锁法，每处宅院提议甲长，偷窃淫掠者驱逐，举报者免罚，以民驱民，乱则顷刻可平。好，中岳此法以商贾之道假以治民，可行。家主既有此策，卑职再无疑虑。然所思又何必只见于脚下一隅？我意往沙灵堡迁民迁户。主公好深的心思，抚远一行不仅为了安民，更是要将沙灵堡化作长久庇助。赵木方，出入幕府皆能安内，李顺佩服。李大人过奖，此乃大人与家主威严所致，中岳不过奉命行事。今日的新粮和粥米都在这儿了。赵木才，新官上任，可还习惯？劳李管库费心，中岳分内之事，一日不过3-5升米，连汤带水，却能叫这些人感恩戴德。主公此举，非为救灾，而是在买整个市一堡百姓的心安。真想回家吃娘烙的饼子。孤独在啃残连我的意志，我快撑不下去了。李氏闭环密不透风，我想真正融入其中，唯有将商贾育民之术发挥到极致，让主公看到无可替代的价值。诸位，今日召集大家，唯有2件事：其一，流民南迁，沙灵堡为必助，明日择一市新卒发往沙灵堡听用。卑职领命。其二，堡外河渠流失不断，北上失意情势不明，我意择日北探。家主，抚远一行，沙灵堡偏厢车用处颇多，不如仿佛夜宿郊野。制车可行。李顺、赵中岳，督造一事便交于你2人，武库、粮库大门尽可拆取。家主，北探9死1生，何劳您亲往？卑职愿为前驱，万死不辞。非我好险，实不得不为。若遇百师成群，你们知进退，却不知其动向，谁能断敌先机？
唯我亲至。请待，百宴。主公既为百户，却敢诸身北探尸域源头，这份魄力远非寻常武官可比。偏上车制备之时，便是时起北出之日。将门底蕴历来是密不外传，亲卫能办琐事，却无法取代大脑。这100人将位，终究只能由我一人独扛。李绩，你3人前出探哨，勿要超出3里。若遇险途，即刻射撤。李绩，有动静，林叶震颤，鸟雀纷飞，林子里有大家伙。停，张九儿，你速回后方禀报百户大人，就说港坡有异，请大人小心。遵命。大人，李绩发回旗号，右侧港坡林木有飞鸟惊起，恐有伏兵或狮群异动。传令下去，全军戒备，将箭上弦。北探第1战，终于要来了吗？不好，不是野兽，是尸鬼。属下返回禀报，那林中群鸟惊飞，却不远去。若非巧合，定是有人获尸。乌鸦食府，巡卫徘徊，这港坡之上，8、9不离10是尸鬼。撤！李绩他们后撤会合，全军收拢阵型，小心戒备。大人，有东西出来了，是狼。全员戒备，刀出鞘，箭上弦。狼群难逃，有腥臊，有腐臭，被撕咬致死的狼是尸鬼。别愣着了，放弃阵型，全员向南，拉开距离，快！家主，尸鬼数量不少，我们是杀过去，还是退守顺义堡？那衣服，那是大顺边军专用的红袍战袄。家主，不可犯险啊！你们看仔细了，那些尸鬼身上穿的是专供戍边迎宾御寒的红袍战袄。边军，那可是边军，怎么会全变成尸鬼了？全员听令，不求歼敌，只求将他们引至设伏之地。大人，尸鬼追上来了！脚紧，绷起。所有人，准备套马索。就是现在，投掷飞索。大人，是狼群。不仅是狼，还有东西在后面追。全员戒备，刀出鞘，箭上弦。那红袍战袄是边军，边墙守兵全灭了。快，全员回撤，拉开距离，设半尸索。掷出流星飞索，各自散开，以游骑之法，一触即分，杀！这种主宰死物生死的掌控感真是美妙啊！大人，上林堡没了。意料之中。走，过去看上一眼，全当祭拜。活下去，一定要回到顺义堡，千万别被发现。他们把我当同类了，我不能死在这里。家主，我们最多还有半个时辰，若摸着夜色赶路，遇上尸潮，大难临头啊！你们可曾想过，上林堡为何会一夕沦陷？北面边墙驻军全没，意味着整个辽东早已被这些边关要塞反过来圈成了一座阳谷的绝地。圈地为牢，画地为坟。家主，那是个什么怪物？
方向不偏不倚，就是冲着我们来的。是人是鬼，射一箭便知。是自己人，是白狐大人的亲卫。回大人，并无撕咬痕迹。洗净了带回宝，此人尚可一用。说说吧，上林堡和北墙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宝墙上早无守军，全都是游荡的尸鬼。我们赶到峰塔时，连盾帅都化尸了，3000将士全被围噬。冉哥为了给我引开尸群，带着响剑往林子里跑了。是我害了他。百里难存，则千里亦难。整条辽东边墙若尽数泯烂，这辽东大地便再无一支可战之兵。顺义堡将彻底成为一座被遗弃的孤岛。家主回来了，是家主他们。全员归堡，即刻封锁。不管那里的尸群是否会追来，从今日起，炫阳堡进入战时戒禁。薛队帅，堡外有动静。慌什么？堡外但凡有异状，唯一的出路就是报给能做决定的人。